礼仪教习便暂且结束，还请各位姑娘准备下午的文事。若是学时过不去的，也一样会被逐出宫去。是。哎呀，惨了！昨夜本来想再背背书的，结果一拿起书本我就睡着了。这下午可怎么办呀？江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乃是有识之人。听闻你父亲与谢少师相熟，不知谢少师有否指点过你课业？你看啊，可否小小的透露一下？谢少师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阅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？这几个人没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倘若他们能答得好些，岂不更映衬了我不学无术，不堪为伴读？既然你问了，我少不得要说两句。这谢少师学识渊博，考教我们的却不会太难。这儒文20篇是一定要看的，尤其是第3篇和第6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谢少师很是青睐端正字体。这答卷答得再好，字体若不工整清晰，在他那边也是要被出落的。谁带了儒文20篇的？快借我看看。宝英妹妹，你带了吗？我没带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字写的不好，真的要被出落吗？宝英妹妹，你莫要听她胡说。江雪宁只怕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像谢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岂是他能懂的？咱们只等着下午看他笑话吧。江二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有事找我？昨夜的事。姚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，我都是当面直说。背后重伤传人小话这种事，我是不干的。自然也无需担心我回头到处乱讲。我自问与你无怨无仇，可昨夜你的反应似乎也太过激了些。江二姑娘，敢问你与那张遮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过是为张大人打抱不平一番，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？若真有什么，可是又要被你拿来当做退婚的理由。你若真与他没什么，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？张遮大人一身清正，素有贤名，乃是君子。雪宁只是一个小人，岂敢与他有瓜葛？只是待君子，便要以君子之道。世人趋利避害，姚小姐觉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想要退了无可厚非。可有些事若做过了，便不大好。既要退婚，又想着对自己全无损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如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若等真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要配这样一门婚，只怕做的未必比我好看。若我是姚小姐，遇上这样一门好亲事，我高高兴兴嫁了都来不及，何必要退？便是我要退，也不会将脏水泼在无辜之人身上，索性就大大方方和张家说了。若是我铁了心不想背着势力的骂名，还想要退婚，那不如按兵不动，在家等着便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知道什么？马上就要考教了，你与其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多读点书。多谢先生相助，二叔感激不尽。哪里，大姑娘学识过人，本不必如此。只是国公啊，对您伴读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才让老朽行此保险之举。不过这次考试是谢少师亲自出的题目，题目中策论居多。儒文20篇，您要是带着的话，不妨再拿出来仔细读读。还真是儒文20篇。大姑娘，你……哦，无妨，多谢老先生了。啊，哪里。
诸位请坐。文试这边开始。考试时间为1个时辰，时限之内，请诸位认真答题。果然与上一次的试题相差无几。儒文第3篇，这不是……肃静，还不赶紧作答！等等，谢少师，怎么了？往后若非是疾风狂雨烈日，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。是。动笔吧。什么开窗？分明是怀疑我要趁案作弊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小人之心。看我这次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。我们的誓约，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。看云烟潮起，等待冬季，慢慢流出回忆，忘了四季，没有了你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时辰已到，各位停止答卷。2位先生，可要一起评议？啊，不必了，由少师大人决断即可。到我了。糟了，难不成要下猛了？他怎么一直瞪着我？不会除了赶我出宫，还要再找我麻烦吧？江姑娘，我怎么觉得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好像格外长啊？而且他好像在瞪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有眼疾。啊？方才答卷我已阅过，评议的结果也已出来。定国公府薛书上等，尧上书府姚熙中上。谢过少师。坊间政府方妙卷是中等，不过胜在一手好字，写得工整认真，看得出有向学之心，亦可留。谢过少师。由月与周宝英，往后还得勤勉学习，此番亦可留。是。至于江侍郎府江雪宁，卷是上等。谢先生指点，臣女回家后必定会可留。怎么可能？看看我们家二姑娘高兴的昏了头，连话都开始瞎说了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，更别说是当谢微的学生了，那简直是找死。谢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学生自知学识不佳，却被评为了上家，
只怕评为中下的人心中茫然，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，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。你这是在质疑谢某不公？学生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谢某就将各位的答卷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先生，宝英的确学识不佳，宝英认的。是啊，细细剖开来讲，这与当众鞭尸有何区别？江雪宁，你一贯掐尖要强，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，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？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，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是江姑娘一人不解喽。我等心服口服，以得先生指点，不敢再有劳烦。如此便好。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，谢某可为你单独解惑。倒也不必了。治学不可不严谨，既为人师，当为你解惑。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，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诸位先回府准备2日，此后便正式入宫伴读。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，为期半年进行教习，还望各位勤勉学业，莫要辜负我等心血。回去吧，我与2位先生还有事要议。是。天哪，我居然过了！而且谢先生一点也不像爹爹说的那么严肃，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，都怪爹爹吓唬我。那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，吓死人都是轻的。我父亲说，谢先生为人处事皆挑不出毛病，他在治学一事上是从不马虎的，还说若我能学着点皮毛，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。这可都要感谢江二姑娘这位大善人，若没有你的指点，我必是被出落的命了。江姑娘果然不是常人，倒像是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，从题目到谢先生的喜好，竟是半点不差。谁知道你背地里又做了什么？别的人倒也罢了，可谢先生明月清风，品行高洁，满朝上下谁人不知？这样的圣人岂会将你放在眼里？别做梦了。你也觉得谢威是好人？谁不知道谢先生是好人？他在朝为官不结朋党，治学用心又一贯清廉，对圣上忠心耿耿，这如何不是好人？此时此刻的谢威，根本还跟反贼2字扯不上任何关系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好人，敬他，重他，唯有我如此表现，不正暴露了我知道的比旁人更多吗？你怎么啦？我要回去找谢先生。方姑娘，若2刻之后我还未回来，请你一定要来凤城殿救我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山上有猎人布下的陷阱，附近一定有村子，我们很快就能走出去了。你醒醒啊，你不能死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从前听大夫说，你这样子是寒邪入体，唯有喂血才能救你。你倒好，竟然不识好歹！是为你服了！
我不是他。双眼泛红，身起红斑，神思不宁，视血失控。这是离魂症。黎民百姓是人，九五至尊是人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全部杀光！杀！娘亲，我好了，我想吃豆片糕。身为几次试探警告我，一部分是为燕灵，却也是为当年之事。他有离魂症。一遇雪天就会变得失血失控，他所谓的大逆不道之言也与皇帝有关。不管谢薇还藏着什么秘密，在这皇宫之中，他想趁机除了我实在太容易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唯有兵行险招，才能博得生机。少师大人明知我不愿入宫，为何将我留下？宁儿姑娘不装了？雪凝自知学识浅薄，答卷也不过是一通乱写，却能得你上家之评留在宫中。我思前想后，唯有一个解释：你是在怀疑我未曾忘却当年上京之事，怕我泄露出去，所以将我留在身边，仔细监视，稍有异动便即刻下手。我说的可对？既来找我，答案已显。谢某不想让当年之事被人所知，不假。不过，仅凭姑娘，还不足为惧。不过，谢某倒有一事，想问问宁儿姑娘，你与燕灵到底是何关系？他是我的挚友，是京中待我最好的人。仅是如此。少师何意？京中盛传你跟燕灵二人情深意笃，结言燕世子冠礼之后便要迎娶姑娘的。雪凝说了，燕灵是我的挚友，情深不假，不过并非男女之情。宁儿姑娘的卷子果然与常人不同啊！谢某不才，发现宁儿姑娘确实读了不少书。这一句出自《留侯论》，而这一句出自《战国策》。这些东西可不是寻常闺中姑娘会读的书。这些年也并未听说你潜心向学，那为何现在却又如此雷藏？要不是谢某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事，只怕要以为宁儿姑娘是重活一世之人了。雪凝的确有藏拙之心，不过却是为了远离宫中，远离朝氏纷争。雪凝恳请先生放学生出宫。别白费力气了。一则，前几日令尊已托谢某在宫中好好照顾宁儿姑娘；二则，燕灵也请谢某多帮帮宁儿姑娘；三则嘛，所谓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你还不曾听说吗？这入宫伴读的名单虽是由礼部核选，但最终还是得交到谢某手上才能发出去。你的名字在谢某这儿早就已经勾过一遍了，为的就是让你入宫，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离开呢？